今次最反直覺嘅地方係 AI 記憶體最大嘅風險，可能唔係晶片本身，而係一種你喺派對氣球先會諗起嘅氣體。氦氣只能保存35至48日，一堵住就可能永久損失。今次呢單新聞係咪代表 AI 超級週期敘事？原來有個大盲點。好，喺我哋正式開始之前，照舊要提一提大家，本節目所有內容都係我個人嘅分析同觀察，只作資訊交流用途，並唔構成任何投資建議。投資涉及風險，大家做任何決定之前，記得要做足自己嘅功課，亦都要衡量翻自己嘅風險承受能力。當然，最重要嘅係，如果你覺得我嘅分析對你有幫助，就記得 comment、like 同埋 share， 再訂閱我哋嘅頻道，咁就唔會錯過我哋每個禮拜嘅深度市場分析啦。今個星期，金融市場出現一幕好有象徵意義嘅冰火同框，一邊係紐約時代廣場 Nasdaq Market 西入邊 SK 海力士高層敲響開市鐘，市場氣氛非常亢奮。南韓晶片商 SK 海力士喺美國 Nasdaq 首日掛牌大升，呢次係外國企業喺美國歷來最大規模股票發行，亦都係繼上月 SpaceX 破紀錄上市之後，史上第3大嘅掛牌交易。呢一間南韓記憶體巨頭以每股149美元定價，集資265億美元。佢嘅美國預託證券即係 ADR 以170美元開市，較發行價高開14%。公司總市值被推上約1.25萬億美元，認購有幾熱？即使以3%日價定價，仍然錄得約7倍超額認購。主權基金同埋科技主題基金都一齊湧入去，但同一日，北京就倒咗一盆冷水。中國宣布即時臨時禁止氦氣出口。分析認為呢個動作係要保住國內晶片廠生產，因為全球氦氣供應正面對嚴重中斷。商務部同海關總署嘅聲明好短，佢哋話根據中國對外貿易法，即時實施臨時出口禁令，但聲明入邊呢冇目的地、冇豁免安排，亦都冇時間表。所以你見到一個好強烈嘅對比，一邊係華爾街資本狂歡，市場將 AI 記憶體需求無限放大；另一邊係北京嘅冷靜計算，佢提醒全世界，再性感嘅 AI 故事都繞唔開一種冷冰冰嘅工業氣體。所以今集真正要講嘅唔係 SK 海力士升咗幾多，而係點解呢兩件事會同日發生，同埋佢哋共同揭示咗乜嘢，就係市場長期低估嘅供應鏈最後1公里。好，講完開場，我哋先將事件鏈拉直。第一個環節喺中東，卡塔爾能源公司喺 Ras Laffan 工業城嘅設施係全球最大液化天然氣出口基地。液化天然氣即係 LNG 啦，就呢個基地亦以副產品形式生產氦氣。戰事早期呢個設施遭伊朗無人機擊中之後停產，呢件事唔係小問題，因為按2025年產量計，美國佔全球氦氣產量 42.6%， 卡塔爾佔 33.2%， 兩國加埋主導全球氦氣供應，即係話卡塔爾一離線，全球供應即刻塌咗一大角。第二個環節係氦氣本身嘅物理限制，氦氣唔似石油，唔係話想補貨就補貨，佢唔可以合成，亦唔可以臨急臨忙加產量。氦氣係天然氣開採嘅副產品，通常要喺 LNG 處理過程入邊經過低溫蒸餾先分離出嚟，分離提純液化，全部都需要專門基建，而呢啲基建唔係幾個月起好，通常要用幾年時間。更麻煩嘅係運輸，專門嘅液氦容器只能儲存氦氣35至48日。換句話講，呢種戰略物資係有保質期嘅。如果佢倒喺霍爾木茲海峽1個月，部分氦氣就唔係遲啲到，而係可能永久損失。第三個環節係需求集中，半導體行業係氦氣最大用戶，現時大約佔全球年度消耗 20% 至 25%， 到2030年比例可能升到 30%。而最暴露嘅地方正正係東亞。南韓喺2025年有 64.7% 氦氣進口來自卡塔爾，台灣晶片商更加誇張，2025年近 88% 稀有氣體進口來自卡塔爾，4年前呢個比例只係 46%， 所以呢條鏈係好清楚嘅。中東一出事，最先震動嘅就係東亞無塵室。第四個環節先輪到中國禁令。中國嘅困境係雙重嘅，佢係氦氣消費大國，但係同時係生產侏儒。中國只佔2025年全球氦氣產量約 1.6%， 但係因為半導體同埋電子業好龐大，所以中國又係主要消費國。中國超過 80% 氦氣供應依賴海外，當上游斷供，庫存又可能開始見底。北京選擇咗近年最熟悉嘅動作，就係先關上出口閘門，保住自己。呢一條因果鏈最殘酷嘅地方係一枚落喺波斯灣嘅無人機，可以經過液氦容器一路傳到首爾，傳到新竹，傳到合肥，再傳到你部手機入邊嘅動態隨機存取記憶體，即係 DRA。當然我要講清楚，呢條路徑係真實存在，而且可以好快具體化，但唔代表傳導已經完成，亦唔代表斷供清單已經開出，中間仲有3道閘：庫存緩衝、回收系統同埋優先分配。但係供應鏈風險最陰險嘅地方就係平時你睇唔見，一旦某道閘失守，
佢就會突然現形。好，背景講清楚，而家講市場錯喺邊。今次市場嘅樂觀敘事可以拆做幾格去睇。第一格 SK 海力士嘅華爾街勝利，唔只係需求故事，仲有好強嘅技術性成分。市場普遍將 ADR 大升解讀成 AI 需求無限嘅證明，人工智能即係 AI， 但更完整嘅講法係佢填補咗一個結構性空白。之前美國交易所入邊唯一純記憶體股係美光 Micron， 而 SK 海力士本身呢，坐擁全球 56.4% 高頻寬記憶體市佔。高頻寬記憶體即係 HBM， 佢亦透過聯合開發深度嵌入 NVIDIA 供應鏈，所以 SK 海力士登場等於俾投資者一個新通道去壓住 AI 硬件。但唔好忘記今次發行股份只佔總市值唔夠 3%， 自由流通量其實好有限嘅，供應少需求熱，自然會推高首日價格。我唔會假裝可以精確測出幾多係需求，幾多係技術性因素，冇逐筆成交同借券數據，任何精確比例都係自欺，但方向係可以確認嘅。一個唔夠 3% 浮籌，加上一個稀缺嘅美股記憶體通道，呢一個日價一定佔咗漲幅一部分，而呢一部分同未來3年 HBM 需求曲線未必有直接關係。如果將供求技術因素全部包裝成基本面拐點，就係今輪敘事最容易犯嘅錯。第二格氦氣成本好低，但佢係不可替代嘅否決點，呢個係最反直覺嘅位。氦氣對半導體生產成本影響唔算大，但係供應安全往往比價格更加重要。尤其喺緊張時期，半導體行業通常排喺供應鏈最頂端。市場嘅直覺係成本佔比低即風險低，但係供應鏈嘅邏輯相反，一個成本佔比低但係又無法替代嘅投入品，往往就係最危險嘅單點失敗。你俾得起10倍價錢，都未必買到最後一罐氦氣。第三格短缺可能被誇大，但結構脆弱就被低估。呢度要對兩邊都潑冷水。一方面恐慌確實有放大 Raslafan 離線，估計移除全球 27% 至 30% 氦氣供應，現貨價格幾星期內升 40% 至 100%， 聽落好嚇人。但另一方面，氦氣市場喺今次短缺前已經連續2年供過於求，所以今時今日嘅實際缺口可能接近 15%， 而唔係 30%。再加上行業唔係零準備，自從新冠之後，晶片業已經建立更大庫存，亦改善咗回收系統，所以今次抗壓能力可能比5-6年前更強。真正問題唔係呢個月會唔會即刻斷，真正問題係呢種脆弱結構會唔會制度化。第四格長趁存儲嘅中國希望踩住一個週期高點做 IPO， 今個星期重頭戲係中國最大 DRAM 廠長深存儲，佢將喺7月16號進行上交所科創板新股申購，正式掛牌交易，通常會喺申購後1至2星期。今次集資295億人民幣，大約44億美元，基本面數字確實爆炸性，搶先首季收入按年急升 719%， 由1年前虧損 28.3 億人民幣變成淨賺330億人民幣。公司預測2026年上半年收入1100至1200億人民幣，淨利500至570億人民幣，按年利潤增長介乎 2244% 至 2544%， 市佔亦都追緊上嚟。按 Omdia 數據，搶先全球 DRAM 收入份額由舊年第二季 3.97% 升到第四季 7.67%， 今年估計已經去到約 8%。但問題係用一個週期最高點嘅利潤去支撐估值，本身就係最危險嘅矛啦。第五格蘋果嘅曖昧信號，唔好太快當成技術背書。市場見到蘋果測試長芯就容易解讀成技術認證，但我會傾向另一種讀法。喺國際零件成本飆升之際，蘋果正游說華府批准向長芯採購記憶體，呢個未必只係成本問題。分析師郭明景嘅觀點係，蘋果爭取長芯記憶體主要係因為擔心未來缺貨，而唔係為咗更低成本。佢認為 AI 數據中心需求會令全球記憶體缺口擴大到2027年，到時可能有多達20%嘅產能會由消費電子轉走。咁當然啦，測試本身有技術驗證成分啦，對沖同背書可以同時存在。但如果按呢個邏輯睇，主導動機更似供應安全啦，而唔係技術偏好，所以蘋果呢一票要打個折扣去讀。好，講完市場敘事，我哋再講框架，分析中國近年資源動作最順手嘅框架係關鍵礦物武器化，先有鎵、鋅、銥，再有矽，再有石墨，再有稀土。而家輪到氦氣，表面睇氦氣好似係同一套劇本，但我要反問一句，呢一個框架用喺氦氣身上係咪已經到頂啊？甚至會唔會反噬自身？稀土之所以係有效武器，係因為中國同時掌握供應，包括開採同精煉主導權。但氦氣完全唔同，中國係需求大國，但係供應諸如你手上只有全球 1.6% 產量，但又要靠禁令保護自己，而自己又有超過 80% 依賴進口。從博弈角度睇，呢手牌其實唔強，出口禁令可以做到嘅，只係唔俾已入口存貨外流，但唔等於掌握全球定價權。
更值得留意嘅係一條主流報道可能低估嘅管道。好多西方報道會話中國產量只有1.6%，出口角色細，所以禁令對全球影響有限。呢個結論可能漏咗一格。中國雖然依賴海外氦氣，但近年部分中國企業開始扮演中介角色，入口俄羅斯氦氣，再轉口到海外市場，包括歐洲。我要講得誠實，公開資料未有清楚講出呢條轉口鏈具體有幾多噸，亦冇講佔歐洲供應幾多，所以唔應該誇大，話佢係一個巨大隱形權重。但可以講係俄氣經中國再到歐洲呢條鏈，如果被禁令切斷，對歐洲買家係邊際壓力。特別喺歐盟制裁之下，歐洲買家本來就未必容易直接入口俄羅斯氦氣，所以更貼切嘅框架未必係稀土式武器化，而係供應鏈單點失敗，加上國家主義囤積，呢個新標籤要站得住，就要比舊框架更有預測力。我認為佢確實有。稀土框架預測嘅係中國主動施壓，對手被逼受制，但過去2星期見到嘅反而係另一種動態，係中東衝擊先出現，然後包括中國在內嘅國家開始做防禦性囤積，就算係供應弱國都一樣會關閘。舊框架解釋唔到點解弱供應方都會斷供，新框架就解釋到當一個投入品不可替代，產地又高度集中，仲要有保質期，咁地緣衝擊一出現，各國理性反應都係囤積，甚至限制出口。但每一次囤積都會令全球市場更薄，亦都令佢更脆弱。呢個就係典型合成謬誤。每個國家都覺得自己理性自保，但加埋就變成全球集體非理性。呢個框架都有可證係為，如果未來幾星期主要氦氣消費國都出現類似出口收緊或者戰略儲備動作，咁框架就成立。如果只有中國一家咁做，咁就退翻做單純中國式管制。好，框架講完啦，先講北京。北京官方敘事係臨時防禦性保護國內供應，但有幾個問題未答。第一，禁令無指明目的地市場，亦冇任何豁免，即係適用於所有出口，連友好國家都一刀切。咁究竟係純防禦，定係順手將氦氣加入未來談判籌碼庫？第二，如果真係短暫物理短缺，點解用行政禁令？點解唔用市場化配給，又或者釋放戰略儲備？第三，亦係最尖銳嘅問題，中國自產能力只有1.6%，禁止出口到底可以保護幾多國內供應？如果國內庫存本身好薄，咁禁令嘅帳子意義可能大過實際作用嘅，甚至有機會反噬自己。因為俄羅斯喺今輪危機入邊已經收緊為許可證出口制，如果中國來源氦氣再從市場消失，亞洲爭奪現貨會更加激烈，價格上行壓力亦都會更大。而中國自己其實都係亞洲現貨市場買家，搬石頭砸自己腳未必係必然，但呢個風險真實存在。而官方隨時冇正面回答。再講長鑫，長滲嘅 IPO 故事係打破美韓壟斷嘅中國希望，但招股書入邊藏住一個結構性軟肋，長鑫 DDR 5單位必成本高出逾 30%， 呢個係國產 DRAM 短期避唔開嘅問題，技術代差亦仍然存在。長芯是三維集成電路，即係 3D IC 作為定制記憶體突破機會，但喺 HBM 等先進產品上仍然落後南韓對手2到3年。證據可以穩陣支持嘅結論係差距仍然存在，而且唔細。至於呢件事係用融資買時間嘅豪賭，定係護城河錯型，呢個就係我嘅判斷。我會壓前者，原因係30%成本劣勢喺周期下行時會被放大成失血點，但呢一步由證據去到判斷確實有主觀成分。創辦人朱一鳴承諾上市後10年不減持，呢個係信心表態，亦側面承認呢場戰爭要用10年去兌現。再講華爾街，華爾街嘅問題唔係無知，機構當然讀過招股書，真正問題係定價權重錯配。即使 SK 海力士掛牌2個交易日後就開通期權工具，投資者可以沽空，呢個都只係常規安排，唔係華爾街準備做空狂歡嘅證據。真正值得批判嘅係工具喺手，但市場未必用佢去對沖物理風險，而呢個風險根本未必放入模型。今日市場定價嘅係需求曲線嘅斜率，唔係供應曲線嘅斷點。氦氣48日保質期，卡塔爾設施不可抗力風險，不可抗力即係 force major， 呢啲尾部事件喺估值同隱含波動率入面幾乎睇唔到明顯溢價，呢個先係華爾街實質漏洞。仲有一個細節啦， SK 海力士自己其實比新股東更加清醒，佢清楚寫明265億美元資金用途會投向南韓龍仁半導體集群，包括首座晶圓廠，亦都會擴建青州 PNT7 先進封裝設施，仲會投向美國印第安納州興建 AI 記憶體封裝廠，同時採購極紫外光設備，即係 EUV。留意呢個地理佈局，一條腿喺南韓，另一條腿喺美國印第安納。呢個唔止係礦產，亦係用全球資本幫自己買地緣分散保險。我唔認為機構投資者睇唔到，佢哋一定睇到。但係市場敘事入邊
14%首日升幅太搶鏡，需求故事永遠比供應保險好賣。好，將三件事串埋睇。SK 海力士登陸華爾街，中國推出氦氣禁令，長先準備科創板申購，浮現出嚟嘅係一個雙軌記憶體世界，一軌係南韓同美系，佢哋用全球資本鞏固 HBM 領先，同時分散產能地理位置，南韓加印第安納用嚟對沖地緣風險，另一軌係中國，中國用出口禁令保國內供應，用 IPO 募集國產替代彈藥，再用蘋果嘅中國市場渠道去撬開需求缺口，呢個雙軌世界代價會以3種形式傳導。第一種係成本分裂產能佈局，代表重複建設，亦代表規模不經濟。而半導體氦氣需求佔比到2030年可能升至30%，先進製程對氦氣依賴只會更深，唔會更淺。第二種係回收同替代技術競賽，三星已經部署業界首創嘅氦氣再利用系統，即係 HERS， 佢會回收提純，再重用高純度廢氦，令淨消耗出現可量化下降。當供應可以被武器化，回收率就唔再只係環保議題，而係國家安全議題。第三種係隱性通脹傳導，如果 AI 資本開支狂熱撞上工業氣體物理瓶頸，日價會沿住 HBM 傳到伺服器，再傳到數據中心，最後可能出現喺你意想不到嘅消費物價指數分項。消費物價指數即係 CPI， 所以我唔接受兩種極端敘事，一種係華爾街信仰，話 AI 需求無限，記憶體超級周期永不落幕，呢種講法忽略咗原子層級嘅地緣限制。另一種係北京自信，話中國資源武器化無往不利，呢一種講法高估咗供應諸如手上嘅牌，真相喺中間。呢個市場係由物理稀缺同政治恐懼共同定價，而市場最唔擅長嘅就係為小概率高衝擊尾部風險定價。所以留俾大家一個問題，當全世界都喺度豪賭 AI 算力，又豪賭記憶體，究竟有幾多投資者模型入邊真正放入咗嗰罐氦氣？佢只能保存48日，產自波斯灣，亦可能被一枚無人機卡斷。下一個錯破狂歡嘅，可能唔係需求見頂，亦唔係估值太貴，而係某種你從來冇認真睇過冷冰冰嘅氣體。好，今集嘅內容就差唔多到呢度。如果你想知我更多對於宏觀以及個別公司嘅詳細基本面分析，歡迎你加入我哋嘅會員專屬內容。我哋會喺會員區提供更深入、更具體嘅分析，連結就喺下邊嘅資訊欄。今集嘅跨市博弈就到呢度，我係徐立彥，我哋下一集再見。